大家好，我是曼大。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我覺得非常非常特別的東西。這是一封信，但不是一封普通的信哦。這是一封，想象一下，來自未來的信。時間點是在2025年。寫信的人是誰呢？就是華倫·巴菲特。當然啦，這是一封虛構的告別信，但我覺得它不只是一封信，根本就是巴菲特集一生智慧給我們上的最後一堂關於投資也關於人生的大師課。好，我們就來看看他到底說了些什麼。信的一開頭就來了這麼一句話：我將安靜地離開。哇，是不是很有力道？在這封信裡啊，巴菲特想象自己已經高齡95歲了，然後他宣布是時候了，他要卸下波克夏海瑟薇的領導職務。就這句話，就為整封信定下了一個非常深刻而且很真誠的基調。好的，那在信裡面，巴菲特首先做了一件事，就是先讓大家安心。他說，雖然他以後不會再寫年度報告，大家也可能不會在股東會上看到他了，但是公司的未來絕對是穩固的。而這份穩定感，其實很大一部分是來自於他對接班人的十足信心。沒錯，他正式把這個領導的火炬交給了格雷格·亞伯。巴菲特對亞伯的評價可以說是讚不絕口。他強調，亞伯不只是一個很傑出，而且好像永遠不會累的管理者，更重要的是，他對波克夏底下那些又多又複雜的各種業務，有着一種可以說是無人能及的深刻理解。接着呢，信的氛圍就轉向了一個比較個人的層面嘍。巴菲特開始回想他的家鄉內布拉斯加州的奧馬哈這個地方到底是怎麼樣從根本上塑造了他這個人，還有波克夏這家公司的。他在信裡還分享了一個超可愛的童年故事。你想想看，巴菲特8歲的時候，那時候是1938年，他突然肚子超痛，結果是急性闌尾炎，要馬上開刀。結果呢，手術完就在醫院住了整整3個禮拜。那段時間，他阿姨送他一個禮物，是什麼？一套指紋採集工具。結果這個小巴菲特啊，就開始有樣學樣，幫醫院裡所有照顧他的修女一個一個採指紋、建檔案，還煞有其事地說他以後要幫 FBI 抓壞人，是不是很有趣？從小就展現出那種系統性思考的特質了。講完這個故事之後，巴菲特就問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奧馬哈的水裡是不是藏着什麼神奇的成分呢？他用這個問題呢，其實是要把我們的注意力帶到那些深刻影響他一生的人身上。而且最神奇的是，這些人很多年來其實就住在他家附近，但他自己當時根本就不知道。你看看這個名單真的會覺得不可思議。從跟他搭檔了64年的查理·蒙格，到未來的 CEO 格雷戈·亞伯，他整個商業世界裡最關鍵的幾個人物，幾乎全部都來自奧馬哈這個小小的區域。這就完美的證明了一個地方、一個社群的力量究竟可以有多強大。就像他自己說的，蒙格對他來說是最完美的導師，也是像哥哥一樣保護我的人。你想想，這種深厚長達一輩子的夥伴關係，就是根植於他們共同的中西部價值觀，而這個也正是波克夏能夠成功的基石。好，那說完了過去我們來看看這一切是怎麼樣一步一步構築出他對波克夏未來的願景。他要打造的是一間就算在他離開之後，還能夠長長久久存在的公司。所以，對於未來的領導者，巴菲特留下了一套非常清楚的藍圖。他要找的不是那種追求個人光環的超級巨星，而是要有管家精神的人。他強調的是，你要想得很遠很遠，超越自己的任期，而不是只看眼前的短期利益。他對公司未來也講得非常坦白。他說，波克夏現在實在太大了，所以成長速度一定會慢下來。但是它的結構讓它成為一個異常安全而且可以持久的美國資產。當然啦，這也不代表它就完全免疫哦。市場如果出現劇烈波動，它還是有可能會受到影響的。講了這麼多，終於我們來到整封信的最高潮，可以說是巴菲特一生智慧的結晶，他最後的人生建議。而且這個建議不只是給投資人的，是給我們每一個人的。他分享了諾貝爾的故事，就是那個創立諾貝爾獎的艾爾弗雷德·諾貝爾。
據說有一次諾貝爾不小心讀到一份報時誤發的他自己的訃文，他看到世人是那樣記得他的，他自己都嚇到了。也因為這樣，他才徹底改變了人生的目標，創立了諾貝爾獎。所以你看，這幾條就是巴菲特的人生黃金法則，聽起來是不是很簡單？不要為過去的錯怪自己，找到好榜樣，善良很重要。但就是這些最簡單的道理，才最深刻，也最難做到。其實啊，你回頭看他這一輩子，他就是這樣活的嘛，不斷地讓自己變得更好，真心誠意地對待別人。然後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不斷向他心目中的英雄們學習。我想這句話可能就是整封信最重要的核心了。真正的偉大，真的不是用你有多少錢來衡量的，而是你為這個世界，為你身邊的人帶來了多少正面的影響。最後，巴菲特留給我們每一個人一個非常強而有力的問題，讓我們好好的反思一下自己的人生。這個問題就是：你正在活出你想要的人生嗎？這真的是一個值得我們每一個人都好好思考的問題。如果喜歡我們分享的投資理財知識，請幫我們按讚、訂閱、加分享，並且開啟小鈴鐺，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分享的寶貴知識與內容了。未完待續，我們下期見。